神秘的后朋克音乐的粉丝与古代野蛮人有何共同点？没有什么共同点。但为何他们都叫哥特人？是巧合，还是一种跨越数世纪的深层联系？故事始于古罗马。随着罗马帝国不断扩张，它面临着国境线附近半游牧民族的入侵和袭击。其中最强大的势力是一伙日耳曼人，即哥特。他们由2个部落构成，东哥特人、西哥特人。虽然某些日耳曼部落仍与罗马为敌，但罗马帝国将其他部落都收归到了帝国军队。随着罗马帝国一分为2，这些部落军队在防御和内部权力斗争上起到了很大作用。5世纪时，一名叫奥多埃瑟的士兵领导了一次雇佣兵反叛，他们抓住并废黜了西罗马国王。奥多埃瑟和继任的东哥特首领 Theodoric 理论上仍受东罗马皇帝管辖，并保持着罗马传统。但西罗马帝国再也不会统一了。它分裂成几个国家，其统治者为哥特人以及融入当地文化的其他日耳曼部落。现在的地图仍能够反映出当时部落的名称，这标志着古典时期的终结以及黑暗时期的开始。尽管罗马文化从未完全消失，但它的影响力不断减少，新的艺术风格逐渐产生，关注宗教符号和预言，而不是和谐的比例和现实意义。这种转变也延伸到了建筑风格。1137年，法国圣丹尼斯修道院建立。尖拱、飞拱、大窗户这样的设计，使得建筑结构显得更加高峻华丽。其设计突出室内开放、明亮，而不关注古典建筑中的结实墙面和柱子。接下来的几个世纪，这成为欧洲教堂风格的范本。但是时尚异变，意大利文艺复兴重新燃起了对古希腊和罗马的崇敬。哥特这种近代风格相比之下显得原始简陋。乔治·瓦萨里在1550年出版的《艺术家的生活》一书中，首次将这种风格称为哥特，但这是一种贬称，认为这种野蛮人思想毁了古典文明。这个词语一直沿用，并用于描述整个中世纪，让人联想到黑暗、迷信和原始。时代在进步，时尚也在进步。1700年代，启蒙时期到来，科学理性最受推崇。与此相对，浪漫主义作家例如歌德与拜伦，则寻求将自然景观理想化的视角以及神秘的精神力量。哥特一词于是被重新定义，用来描述由浪漫主义衍生的一种更黑暗的文学题材。赫拉斯·沃波尔于1764年在他的小说《奥特兰托堡》中首次使用这个词，用来描述小说情节及整体氛围。小说中的众多元素成为了哥特题材的典型，并启发了众多经典故事及改编电影。1970年代前，哥特一直是文学和电影风格，之后一种新音乐剧出现了。受门户乐队、地下丝绒乐队启发，英国后朋克群体如 Joy Division、Bauhaus、The Cure 混合了阴郁的歌词、朋克的不协调、维多利亚式意象、经典的恐惧元素以及中性魅力。到1980年代初，这类风格相似的乐队被音乐媒体称为哥特摇滚，该风格日渐流行。场地也由灯光昏暗的俱乐部转向主流唱片公司和 MTV。如今，尽管偶尔会有媒体的负面评价和刻板印象，但哥特音乐和时尚仍然是强大的地下现象，并出现更多的细分，例如赛博哥特、哥特比利、哥特金属，甚至是蒸汽朋克。哥特这个词融入上千年历史，是一种反对传统文化的运动。始于哥特民族作为外族入侵称王，而后高耸的尖塔代替了粗壮的圆柱，再到艺术家在黑暗中发现了美。每一步都是一种改革，也是文明回溯过去，
进而重塑现在的趋势。如需了解更多精彩历史、外太空冒险、烧脑哲学以及自己身体的各种随机问题的答案，请订阅本频道，敬请继续关注永葆探索热情。